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Rell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，欢迎点一下关注按钮哦。本期呢，想给大家推荐一下10件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在亚马逊上买的生活小物。那说到亚马逊呢，相信大家即使没有买过，也一定不陌生。它其实是一家西雅图的本地科技公司，它的地位的话，就相当于国内的淘宝。如果你是国内的小伙伴呢，也不要走开。在视频的最后呢，我会附上这10件单品的淘宝参考，我们就赶紧开始吧。那第一件呢，它是一款护手霜，叫 Working Hands， 大概只要6美元。这其实是一位国内的朋友给我推荐的，我自己目前已经用完了3罐，这是我新买的一罐，因为我最近又空瓶了。那可以直接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包装看起来可能的确比较廉价，但是出其意外的好用。它的质地就是一点都不黏腻，然后呢可以防止皲裂，保湿作用真的超强，然后我个人非常喜欢，现在是作为我每天睡前必擦的一款护手霜。我觉得它在护手霜界一定要拥有姓名，强烈的推荐给大家，买它。OK， 那第2款呢就是烘干毛球。如果大家家里有烘干机的话，这个产品是非常实用的。它其实长得非常可爱，一般的话买一组是6个左右。这个球我已经用了2-3年了，看基本上还跟新的一样。那我平时的话一般就只是把它全部扔进烘干机里放着，因为我看有些人会专门拿一个篮子把它们放起来，但是因为我比较懒，就直接扔在了烘干机里面。那它的主要的作用是衣服烘干的时候能拍打你的衣物，可以起到一个防皱，另外呢可以防止静电，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通过一些重量的击打，在烘干的过程中起到一个给衣物蓬松的作用，可以让你的衣物更加均匀的烘干。因为在美国的话，烘干机是非常普遍的，基本上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产品，但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仍然没有尝试过，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必要去尝试的一款。接下来是第3款，是一个鼻毛修剪器。那它是松下的，我记得可能就10几20美元吧。那这个其实不是我在用啊，是给室友准备的。如果你是一个毛发很多的人，尤其是男性啊，爸爸或者说你的男朋友、老公之类的，他们如果是一个鼻毛比较长的人，鼻毛有的时候炸在外面非常影响你的形象，经常拿它修剪一下，听一下声音，不要害怕，就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鼻毛的。那就塞进鼻子里面这样转一转，基本上就修剪得差不多了，非常安全又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玩意儿，长鼻毛选手必备。那接下来应该到了第4款了吧，可充电式的电子点火机，非常推荐它给喜欢香薰蜡烛的朋友们。用这款的话相对还很安全，它的开关打开之后会显示它现在的电量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大家看得出来吗？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相对比较安全，然后也没有那种打火机机油的那种味道，而且它又是可充电式的，长相的话也比普通的打火机颜值要高，这个在淘宝上也非常便宜的。那接下来这个呢，就是很适合喜欢喝红酒的朋友们了，就是一个电动的红酒开瓶器。如果你一直被红酒瓶的软木塞怎么打开而困扰的话，这一款真的是大救星。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操作演示，就非常的方便，基本上很无脑又不需要费什么力气的操作。那我这个呢买的可能相对比较贵，在亚马逊上的话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。那本期的所有产品呢都会放在我的 description 里面，大家可以去找到链接，方便你选择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通过对比选择一些其他的款式，我觉得应该都是大同小异的。但我这些呢用下来都是好几年了都没有问题，所以就比较放心。接下来这个真的厉害了，我觉得发现它以后真的是帮了我太大的忙。它就是一个抓蜘蛛神器，是不是特别搞笑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？但是西雅图除了7、8月之外，是常年都在下雨或者说多云阴天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的城市。如果你住的跟我一样是这种独栋的 house， 或者说比较低层的公寓的话，会经常发现家里有大蜘蛛，还不是那种小蜘蛛，是真的很大的一个黑蜘蛛，就特别多。基本上我每年7、8月份都会时不时在家里尖叫，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害怕蜘蛛，它经常出现在我主卧的屋顶，比如说用餐巾纸去包它，那就非常的恶心。这个神器就可以解放你的双手，不用触碰到它，然后是有一个这样的抓手。通过这个手柄的部分，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比如说它在地上，或者说在天花板上，你就可以直接靠近它，然后抓起来，再直接扔到冲水马桶里面就可以了。
我觉得这个真的帮了我太大的忙了。自从买了它以后，我记得去年夏天不下雨用了10次啊！真的，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个问题。但是我既然生活在这个城市，就是没有办法，必须要面对的。看来是不是到第8款了？它是我最近买了没有太久的一款折叠砧板。那因为我们家的厨房的结构不是太合理，水池和灶台之间留了一块很大的空间，所以经常你切完菜以后呢，兜到锅里面去，这样的路上经常会洒水啊、洒汤汁啊，地板上就非常难清理。那这样的折叠砧板是来自 Joseph， 是一个英国品牌，很遗憾没有早点发现这一款，真的是神器，它可以在你使用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竖起来，就是一个平的普通的砧板。但是当你切完了之后呢，就可以折叠起来，一手操作就可以直接兜起来，把你切好的菜或者水果直接倒进容器里面，是不是非常方便？然后它应该有3个尺寸，大家可以按需选择 Life Saver 的一个产品，所以也推荐给大家。那接下来这款产品呢是 OXO 的电子产品清洁笔，也很便宜，大概就6美元左右。然后呢，它的一头是带盖子的，是一个硅胶的，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清洁一些缝隙，比如说是入耳式耳塞的耳塞口的地方经常会藏污纳垢，那就可以很方便的清洁到。另外一边呢是这样可以直接拉开的一个笔刷一样的小刷子，它是可以平时藏起来的。那我觉得就特别方便，也不怎么占地方，很便携的一个产品。平时的话呢，我就直接把它放进笔筒里面，就收纳在书桌上。就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要在书桌上办公的，经常要接触一些电子数码产品的小伙伴的话呢，我觉得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工具。那最后2件都是神器，我想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说。这2款产品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听说过，一个是椰子神器，还有一个是菠萝神器。它们不像香蕉那样可以直接剥皮来吃，你这样打开它就非常麻烦。那对于椰子来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操作，打开之后呢，不仅可以喝到里面的椰子汁，同时也可以轻松的把椰肉给挖出来，这样呢就完全不浪费这一只椰子了。而且橡皮锤的话，它其实有很多种用途，你买来之后等于是一锤多用，它也可以在家里做装修啊，在一些地方可以起到作用，就可以当一个锤子，还不伤你的一些木质的，比如说家具啊之类的尤其是在你拼宜家家具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帮上大忙了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个菠萝神器，自己用刀具切菠萝实在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。之前我发的格力日记4，里面有提到过这个，然后我看就有小伙伴被种草了。另外有一个这个黄色的这个圈圈的部分呢，可以直接把切下来的菠萝，甚至能分成几个菠萝条，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路边吃的那种盐水菠萝，它用一根串直接串进去，有点暴露年龄。而且你还能完整的保留菠萝本体的那一个形状，你还可以选择去做一些菠萝沙冰啊、菠萝饭啊。那么本期视频比较短，希望大家有耐心看到这里。那希望大家也有发现你会用得到的好东西。还是那句，如果还没有关注我，记得点一下关注，也欢迎给我1键3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。